各位好，这里是三元说，我们用第一性原理看美股和加密。你以为苹果这次下跌，市场在交易的是一台折叠屏，手机可能要晚出了，但市场真正开始重估的不是一台手机，而是苹果还能不能继续同时拿着两张牌活着，一张叫最稳的现金流巨头，一张叫下一轮消费电子趋势的预备役。路透援引 Nikkei Asia 称，苹果首款折叠屏 iPhone 在工程测试阶段遇到问题，最坏情况下首批出货可能推迟几个月。但同一天，彭博又给出更温和的说法，认为苹果仍有望在9月推出。也就是说，连新闻本身都没有完全坐实，市场已经先开始重新定价了。这两张牌，过去苹果一直都拿得很好，它既像一种安全资产，又像一种永远还保留着下一轮故事资格的资产。这个组合非常稀缺，因为真正的现金流巨头很多，真正能反复点燃消费电子想象的公司很少，而能把这两件事同时装进自己身上的公司更少。苹果过去几年最贵的地方，不是它赚了多少钱，而是市场一直默认这家公司既不会轻易塌，也迟早还会再定义一次什么叫下一代终端。这个默认值一旦开始松动，股价的压力来源就不再只是某条新闻本身，而是整套估值语言开始换了。苹果上一财季营收1438亿美元 ，EPS 2.84美元，服务收入同比增长 14%， 中国区收入同比增长超过30%，这说明它的底盘到今天依然强得惊人。也正因为底盘太强，市场才更在意上面那层未来还会继续讲新故事的溢价到底还能保留多少。所以这次苹果股价盘中一度跌到 5.1%， 重点不是跌了多少，重点是市场开始用一种更冷的方式问一句：如果新品想象力开始松动，苹果还值不值得继续享受过去那种又稳又贵的定价？这期结束后，你要得到的不是一句能不能抄底，你要得到的是一个更值钱的判断。苹果这次调整到底只是在释放短期噪音，还是市场已经开始拆掉它旧叙事里最贵的那一层溢价？今天最危险的不是看空苹果的人，而是那些看到苹果跌了就条件反射的觉得终于跌出机会了的人。因为你如果没先想清楚市场到底在砍哪一层预期，你接的很可能不是恐慌，而是一场估值身份的切换。先把表面的事讲清楚。这次市场表面上看到的是两条线，第一条线是折叠屏，第二条线是中国。先说折叠屏，很多人看到折叠屏相关消息，第一反应是苹果是不是技术落后了？这个理解太浅。苹果从来不是靠第一个做赢的，它不是最早做 MP3 的，不是最早做智能手机的，不是最早做手表的。它最擅长的事从来不是抢首发，而是等技术、供应链、生态适配、产品完成度和利润模型拧到一起以后，再下场把一个品类重新商业化，把利润拿走，把标准定义权拿走。哪怕这次关于折叠屏的消息部分来自供应链和媒体交叉报道，还没完全坐实，市场担心的也不是苹果今天突然不会做硬件了，而是苹果原本最像样的新终端后选项离兑现是不是比大家想象的更远？这里一定要分清楚产业逻辑和股票逻辑。从产业逻辑看，折叠屏晚一点未必是坏事。如果苹果为了迎合市场时间表，硬推一个折痕明显、铰链寿命不够、API 适配不成熟、维修率偏高的产品，那才是真正商品牌的开始。苹果最重要的护城河之一，就是它不轻易用一个半成品去消耗自己的高端心智。产业评论员可以觉得晚一点更稳，这个判断没有问题，但股票不是产业评论区，股票交易的是下一步预期，是故事离兑现还有多远，是这段时间该给多少想象溢价。过去2年，苹果为什么在增速并不夸张的情况下，依然能拿到很体面的估值？不是因为市场突然把它当成一家传统防御股，而是因为市场愿意相信两件事同时成立。第一，它的现金流和生态是超稳的；第二，它迟早还会拿出一轮新的终端叙事。不管是折叠设备、AI 终端，还是软硬一体的新交互入口，市场始终默认苹果手里还有一张未来牌没打出来，这第二层才是关键。因为一家公司能不能拿高估值，很多时候不取决于它今天有多稳，而取决于市场愿不愿意为它明天可能突然再次加速那一刻提前买单。现在折叠屏这条线一晃，哪怕只是节奏不够稳，工程问题待观察，发布时间没有那么确定，市场也会立刻倒回来问老问题。那我现在买的到底是一台未来还会继续爆发的增长机器，还是一台增长变慢但现金流极其优秀的超级平台？这两种公司都可以很好，但他们不是一个估值体系。你买高增长故事，市场愿意提前把未来2-3年的新增想象打进今天；你买成熟现金流公司，市场更看重利润率、资本回报、分红、回购、防御属性和每股收益的稳定性。也就是说，折叠屏这条新闻真正危险的地方，不是少卖几台手机，而是它逼着市场重新问一句：苹果现在到底该按哪种公司来定价？这才是股价真正的压力源。但如果你只把这件事理解成新品晚一点而已，你会低估它对估值语言的杀伤力。说的再狠一点，市场这次真正砍的
很可能不是折叠屏本身，市场砍的是苹果身上那层永远还有下一轮大故事预备役的默认值。但如果你只看到这里，你还是会判断错，因为苹果还不至于因为一条新品节奏新闻就立刻从增长叙事资产退化成纯防御资产。真正复杂的地方在中国，我们再看中国这条线。这里我先把一个最容易被带偏的点打掉。很多人一看到中国相关噪音，就会直接脑补成苹果中国不行了。这个结论跟公开财报并不匹配。苹果最新公布的上一财季，中国区收入同比增长 38%， 明显强于市场此前悲观预期。也就是说，至少从最近一份正式财报看，中国报表层面并没有塌，甚至表现非常强。所以，这是中国线最该看的，不是苹果是不是立刻卖不动了，真正该看的是苹果在中国市场的风险溢价是不是在慢慢抬高。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次并不是单纯的销量讨论，还有专利和法律噪音。3月31日，小爱公司披露，中国最高法院在3月27日驳回了苹果关于相关 AI 专利无效的上诉，确认这些专利继续有效。而且这一专利有效性判断在中国法下已经是最终并具有约束力的结果。不过，小爱自己也明确表示，后续侵权诉讼仍在推进，最终会不会赔偿，赔多少，会不会演化成更大层面的业务影响，现在都没有定论。换句话说，这不是苹果明天就要出大事，但它确实把法律不确定性正式往上抬了一层。这类消息单独看未必足以让苹果估值系统性下修。大厂之间打专利战本来就很常见，苹果、三星、高通、诺基亚这些巨头，历史上谁没打过？最后很多时候打成的是和解、授权费、局部业务限制或者商业谈判延长线。真正一下子打到市场结构性改观的并不多，但问题在于市场不会孤立的看这件事，市场会把它和折叠屏、和中国竞争环境、和苹果在 AI 终端上的节奏一起打包理解。一条线在商未来叙事，一条线再给中国市场贴风险标签。当这两个东西同时出现，市场最自然的翻译就是另一句话：苹果最贵的那部分想象是不是已经没有前几年那么确定了？这就麻烦了，因为对于一家已经很大、很贵、持仓非常拥挤又长期被当成核心底仓的公司来说，市场根本不需要证明确实发生了大问题，它只需要开始怀疑就够了。你注意，机构和散户在这里的视角是完全不一样的。散户会看标题，折叠屏严了，中国又有诉讼，那是不是短期利空出尽就能抄底？机构看的不是这个，机构看的是这两条消息有没有可能成为一个转折点，让市场把苹果从安全资产加新故事候选人慢慢往成熟现金流平台去看。这两个身份差一个字，定价差很多。散户最容易冲进去的时刻，往往就是媒体标题最清楚、故事最容易被理解的时候。但大资金真正买的，从来不是新闻公开的那一刻，而是预期形成阶段。等你看到苹果跌了 5%， 折叠屏难产，中国诉讼再起这种标题的时候，最容易赚钱的那段预期通常已经过去了，剩下的就是大家重新审那笔账。这只股票现在到底还值不值得这么贵？走到这里，我先给你第一次判断，苹果这次下跌不是帝国崩塌，但它也绝对不是一句好公司被错杀了就能打发过去的普通回调，因为市场这次做的不只是情绪释放，更像是一次身份审查。过去市场愿意给苹果高一点的估值，不只是因为它赚得多、回购猛、生态深，而是因为它既有超强现金流，又还保留着新品类想象。现在如果新品类的节奏开始推迟， AI 终端化又没有市场想象的那么快，中国市场还不断出现竞争和法律层面的噪音，那么这家公司最贵的部分就会被拿出来重新审。你如果看到这里，应该已经意识到一个很多人不愿意承认的结论：苹果最值钱的不只是它今天赚了多少钱，而是大家一直默认它迟早还会重新定义下一代消费电子。现在这层默认开始有一点松了，但真正让苹果不容易崩的也不是品牌信仰这4个字，而是他手里还有几张极其现实的底牌。第一张底牌是服务业务，苹果上一财季服务收入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14%， 这不是一个小数字，它意味着苹果早就不是一家只靠卖硬件赚钱的公司了，它更像一个围绕庞大设备基数持续收租的平台。只要用户还留在苹果生态里， iCloud、App Store、支付、订阅、广告等一整套服务收入都会持续贡献高质量现金流。硬件增长放缓会伤害想象力，但设备基数只要没塌，服务业务就会是最硬的托底之一。第二张底牌是现金流和股东回报。苹果上一财季不仅营收和 EPS 双双创高，还继续分红和执行大规模资本回报。很多散户一直没真正理解这件事，回购不是装门面，回购是估值下行周期里最硬的一层缓冲器之一。只要公司还能稳定的产生大量现金流，它就能在市场对它情绪最冷的时候，用真金白银把流通股本一点点买回来。对于一只成熟巨头来说，这不一定能阻止股价下跌，但会极大降低跌下去以后没人接的风险。第三张底牌
是它仍然拥有全球最强的一批高端用户心智和生态粘性。这个东西财报里不一定单独列一行，但它决定了一家公司是不是还有慢慢消化冲击的能力。很多公司一旦故事出问题，现金流就立刻跟着出问题。苹果不是，它的问题更像是故事可能先变慢，但底盘不会立刻塌，这点非常重要，因为它决定了苹果不是那种一旦估值松动就会无限下杀的公司，它更可能进入的是一种更难受的状态。公司依然很好，但股票不再那么轻松，这才是最麻烦的地方。公司不差，甚至仍然很强，但股票未必还能用老方法买力，把判断再推高一层。苹果最需要警惕的不是基本面突然塌掉，而是估值语言悄悄变了。而很多散户还没反应过来，一旦市场把苹果从稳健增长加新叙事候选人慢慢往成熟现金流平台去看，哪怕业绩依旧健康，股价上行空间也会被重新限制。因为成熟现金流公司最怕的不是亏钱，而是大家突然不愿意再为远期想象买单。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新闻明明不算致命，股价却照样反应很重，不是新闻本身多吓人，而是新闻给了市场一个借口去猜那层本来就已经有点贵的想象。你会看到一种很典型的市场语言切换。以前大家看苹果会说它这么稳，还可能再讲出下一个大故事，所以可以贵一点。以后如果风向变了，市场会说它当然还是好公司，但它已经更像一台高质量现金流机器，那估值就应该更克制一点。你看这两句话都不一定否认苹果伟大，但它们对应的股价弹性差很多。所以你现在看苹果不能只问一句这家公司还好不好，你要问的是另一句更值钱的话，市场接下来准备把它当成什么公司来定价。这不是同一个问题，但大多数人亏钱恰恰就亏在把这两个问题混成了一个，但最后落到动作。如果你是短线交易者，尤其看1个月以内，今天最不该做的就是看到苹果跌了就急着去接第一刀，因为这种下跌往往不在于一条新闻，而在于分析师接下来会不会继续下修叙事，市场会不会继续盯着折叠屏节奏，中国法律风险、AI 终端兑现速度，这些点不断做文章。接下来很关键的验证点是苹果下一次财报电话会，以及管理层对新品节奏、中国盈利质量和 AI 落地路径的表述。如果这些东西没有边际修复，短线去抢，很多时候只是帮更大的资金借流动性。苹果投资者关系页面已经确认下一次财报电话会的安排，这是接下来市场重新校准预期的重要窗口。如果你是中线观察者，手里没仓，但一直在等苹果，策略不是一把梭，而是分批。不是因为苹果一定会继续大跌，而是因为你现在买的已经不是纯粹的增长想象，而是现金流底盘加等待新叙事重新被市场确认。这种标的更适合按节奏打，不适合按情绪打。你真正该盯的信号，我给你3个。第一个，服务收入还能不能继续维持较强增长，因为这是苹果从硬件公司往平台型现金流公司过渡时最关键的托底之一。只要服务业务还能稳住，它的估值下限就不会太差。第二个，管理层对折叠屏、AI 终端和新品节奏的表述有没有边际改善，因为这决定市场会不会重新把它当成还有新增故事的公司。现在的问题不在于苹果有没有故事，而在于故事离兑现到底还有多远。第三个，中国这条线到底是一次短期风险溢价扰动，还是会慢慢演化成长期定价权被削弱的问题？这里既要看销量，也要看利润质量，更要看法律和竞争噪音会不会持续。现在能确认的是，专利有效性争议这部分苹果输了，但侵权与赔偿结果都还没有定论。如果你已经重仓，而且买入逻辑本来就不是5天，而是5年，那最愚蠢的动作就是因为一条供应链新闻就把长期逻辑改成短线情绪。只要你买苹果的前提仍然是生态够深，服务够稳，现金流够厚，股东回报够强，那么这次下跌本身还不足以推翻那个长期框架，它改变的更像是你未来收益率的预期，不一定是你对公司生死的判断。这句话很重要。苹果现在的问题不一定是值不值得长期拥有，苹果现在的问题更像是还值不值得继续按过去那种轻松溢价去拥有。这是2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前一个问题在问公司，后一个问题在问股票，而市场真正交易的永远是第2个。说白了，苹果不是不能买，但它越来越不像那种跌下来闭眼捡的股票了。你现在如果还想买苹果，买的应该是确定性，不是幻觉。你买的是一家公司靠生态、服务和现金流慢慢消化波动的能力，而不是一个马上又要再次点燃全市场想象的故事。最后把全篇压成一句话，这次苹果下跌，表面上看是折叠屏工程问题，加上一条中国法律噪音，但市场真正开始交易的是更深一层的问题。苹果还能不能继续同时享受安全资产和新故事候选人这2种身份带来的双重溢价？如果这个答案开始变得没那么确定，苹果不会立刻垮，但它的股价可能就没以前那么轻松了。真正被重估的不是那台折叠屏手机，而是苹果过去那层又稳又有新故事的身份。